在我的寿宴上，娇生惯养的女儿带着穷书生求我成全，她当着众人的面声泪俱下。母亲，求您成全我们。看着跪在地上的女儿朱浅云，我的气血上涌，指着她的手都在颤抖。你再说一次！与我交好的几位夫人看出我动了怒，连忙上前去拉朱浅云。母亲，我心悦王坚，他也唯爱我一人，我要与他在一起，共享这世间繁华。我简直都要被气笑了，一个落榜了3次的穷秀才，连考举人的银子都是自己老娘拼了命一点点攒出来的，而我捧在手心里千娇百宠的独女，却看上这么个东西。不是我瞧不上王坚，他眼里那满满的算计都快溢出来。从小在后宫里挣扎活下来的我，哪里看不出他那点小心思呢？我直直地盯着女儿，声音冰冷，一字一句。若是我今日不同意，又如何？朱浅云猛地抬头，看我的眼神竟然带着恨意。你从不懂世间真情，难怪父亲宁愿留在外室那边，也很少回这座公主府。你若执意拆散我与王朗，我便再不回公主府，与你老死不相往来，留你独自守着这座公主府。你100年之后，也不过是孤家寡人。他口不择言的话让我震惊不语。我与驸马朱远州成婚17载，琴瑟和鸣，伉俪情深。我从不知他竟然背着我养了外室，而我如珠似宝的女儿竟然为了个外人要与我老死不相往来。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眼前一黑，皇家的尊严却容不得我失仪。我稳住了身子，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狼狈，可我到底成了个笑话。今日是我33岁的生辰，虽然不是整寿，但我曾经护驾有功，备受皇兄信任。我每年的生辰，公主府都热闹非凡，很多官员带着家眷前来给我贺寿。想来不用半日，我的驸马圈养外室，女儿骄纵跋扈，要与情郎无美苟合之事情，就会传遍京城里的每个角落。我的乳母有时见我心灰意冷，赶紧劝道：殿下，小主子只是一时糊涂，您莫要气坏了身子。待寿宴结束，您母女2人好好谈谈，不至于闹到如此地步。女儿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，指着柳氏就骂：你一个下人也敢妄议主子，再敢多言，我绝不轻饶。今日我把话放在这里，说她不同意我嫁给王朗，我便不认她这个母亲。我抬起手止住了还要劝说的女眷们。我倒是不知道你这么坚决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只能成全你们。你看，母亲答应了，我就知道只要我强硬一些，母亲总会答应的。王坚环视了一下华贵的公主府，眼里那贪婪的光怎么也隐藏不住，他嘴里却顺着朱浅云的话谦卑地向我叩首。长公主放心，云儿是我的命，此生我绝不会负了她，我会一直对她好。我心里冷笑，他拿什么对我的女儿好呢？是那夏天漏雨冬天漏风的茅草屋，还是教书赚来10斤肉的束修，亦或是他那几个等着吸他血的兄弟姐妹？我长公主的宝贝女儿凭什么要自降身份，与尔等同流合污？可这些道理从小锦衣玉食的朱浅云并不懂，她不知道人间疾苦，不明白自己的地位来之不易，是我绝死一生之命的爱，她只认为是我阻止了她追寻自己纯真的爱情。我在她眼里是十恶不赦的，是不可被原谅的。等你搬来公主府，我们就住风云阁，那可是皇帝舅舅并名将修建的。岭南荔枝你没尝过吧？改日我送一筐给你全家尝鲜。自己的傻女儿，我莫名有些悲伤。当初正值皇兄夺权的关键时期，我不得不放下了才3岁的女儿，跑到宫里为皇兄出谋划策。夺嫡之争持续了7年，待到大势已定，朱浅云却已经长大，有了自己的想法。我自觉亏欠于她，对她加倍疼宠。她想要的东西，哪怕是皇后头上的凤钗，我都会想方设法给她弄来。就在我以为还是和女儿沟通太少之时，她的下一句话把我彻底打入了深渊。朱浅云拉着王坚站了起来，转头命令我：母亲，父亲的外想已经有了身孕，大夫说是个男孩，这是我们朱家的男丁，不能流落在外。母亲，我也是为了您的名声着想，您那么跋扈又不近人情，真是辛苦父亲这么多年，不得不守着您一个人。柳氏一把扶住差点栽倒的我，第一次对朱浅云厉声呵斥：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怎敢对自己的母亲如此不敬？朱浅云冷哼：我哪里说错了吗？若是母亲宽容大的，父亲怎么会这么多年都没有妾室？可别跟我说驸马不能纳妾，允许驸马纳妾的公主多了去了，天生母亲没有自知之明。我好像第一次认识这个自己疼爱多年的女儿，失望和心痛交织在我胸口撕扯。朱浅云看我默不作声，以为我是在反思她说的话，她继续嘱咐道：
母亲，取1万两银子，买个3进院子，安顿王郎一家，这样让他们以后住着也方便。再安排王郎2个兄长来府里当管事，工钱多给一些，把你嫁妆里的铺子地契全部拿来，再去锦绣阁多备几套衣饰，给王郎妹妹还有王郎母亲。我只觉浑身冒着寒气，如坠冰窟。当初夺嫡有多苦，有多险，都不如现在这般痛彻心扉。我堂堂长公主的女儿，竟然倒贴了如此不知廉耻。朱浅云还想再说什么，却被王坚迅速拽住。他带着谄媚讨好的笑容，拍着胸脯和我保证：长公主您别生气，都是云儿太心疼在下。这话让我更觉心口被插了刀子般疼痛难忍。我的女儿宁可心疼一个认识不过5个月的男子，也不愿心疼我这个生养她的母亲。我狠狠攥着拳头，让自己保持冷静。王坚不敢看我的眼睛，只好转过头对着朱浅云释放他的真诚。只要长公主给我一个机会，向陛下推荐我，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出人头地。我的才华，陛下一定会看得到。居然还想让我去皇兄那里推荐他，真是好大的野心。王坚也发觉了自己太过急功近利，赶紧掩饰道：这都是为了云儿，我希望云儿和我在一起，也能过上公主府里的日子，总不好亏待了她才是。没脑子的朱浅云感动坏了。你不必如此，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，她的一切都是我的，只要我想，她什么都会给我。只有她一个女儿，都是她的。我仿佛被一盆冷水兜头浇醒了。她就是笃定了我只有她一个孩子，所以才如此的肆无忌惮。这种女儿，我要来做什么呢？我突然释怀，哈哈大笑起来，磅礴的气势让所有人惊觉。我沈双的曾经双手沾满了鲜血，是踏着尸骨走到了今天的地位。宾客们噤若寒蝉。我笑够了，平稳了下气息。朱浅云，我同意你们在一起，但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我沈双的女儿，公主府的一切都与你无关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选她还是继续做我的女儿？朱浅云明显呆愣住了，但很快他就因为气愤而脸色涨红。他没有半分羞耻地环住王坚的腰，眼里满是决绝。他斩钉截铁地大声咆哮：你休想拆散我与王郎，我们自食其力。你那些荣华富贵，我半分都不稀罕，待你100年之后，也别指望我为你烧纸祈福。很好，即日起，你搬出公主府，府中一针一线都不许带走。我公主府这些俗物，别玷污了你2人纯粹的情谊。朱浅云还没说话，一旁的王坚有些急了：长公主恕罪，你与云儿是亲生母女，哪有解不开的隔阂？云儿性子直率，您身为长辈，何必和她计较？云儿，快向长公主赔罪！你身为天家血脉，怎能受劳作谋生的苦楚？不，王郎，我不怕，只要能与你相伴，再苦我都甘愿。我们一样能好好过日子。两人抱在一起，泪水打湿了对方的衣袍，就像是梨园戏曲里那感天动地的有情人。哭了半晌，朱浅云没有听到我的劝慰，抬头就对上了我冰冷的双眼。他瑟缩了一下后，又自觉难堪，挺直了脊背。我们走，马上离开公主府。我不想再和这无情无义的女子共处，生于她膝下，是我此生不幸。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朱浅云的话说得极重，哪怕她是长公主的女儿，也违背了孝道，遭人不齿。可朱浅云并没有看到旁人眼中的鄙夷，她装模作样的拉着王坚往大门处走去。她一边走，还一边大声说：没了我，她一无所有，除非她跟我认错，不然我不会原谅她。等等，在朱浅云停下前，我率先喊住了他。他脸上露出了果然如此的得逞笑容，转过头，他扬着下巴高傲道：怎么，知道错了？那就按我说的去做，不然我就真的再也不回来了。既然我们断绝了母女关系，那么你的东西都还给我吧。去，把他身上属于公主府的珠宝全部摘下来。我沉声命令。朱浅云尖叫着挥舞双手，想要阻止暗卫的靠近。很可惜，像他这种娇生惯养的千金，如何是特殊训练出的暗卫的对手？朱浅云狼狈地趴在地上咒骂我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头上的凤钗珠环被一一取下。他的头发散落下来，还被人踩了几脚，保养得宜的指甲也硬生生断掉。朱浅云哪里受过这种待遇？委屈和愤怒几乎淹没了他。
你们这群刁奴，竟然帮着那女人助纣为虐！我是她亲生女儿，她迟早会向我认错。等到那时，朱浅云被按在地上时，绝不会轻易放过你们所有人。没敢上前扶他一下，我心中嗤笑，这就是个想要攀龙附凤的玩意罢了。偏偏朱浅云被蒙了心智，看他觉得千般万般的好，我到底是顾念着母女一场。朱浅云身上的华服退下，挥了挥手，暗卫立刻退了下去。我压下了酸楚，沉声道：“你们走吧。”我走，我们立刻就走。我以后就算沿街乞讨，也不会原谅你。朱浅云摸了一把沾满泥泞的脸庞，拉着不情愿的王坚，就跨出了公主府的门槛。她那纤细的背影和她小时候哭着追我跑出门的样子重叠在了一起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动摇了。我想，终究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就给她一笔银子，让她去过想要的日子吧。可很快我就清醒过来，朱浅云想要的，也许只是和她的情郎在一起，无忧无虑，没人管束。但王坚他想要的，绝不仅仅是一笔银子而已。他对我的独女下手，为的不就是我公主府里的一切吗？只要我答应了一次，他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。难道我要为了这样的女儿，被这种小人踩在头上，肆意凌辱吗？这次离开，朱浅云再也没有放慢脚步。等到两人消失在了大门口，我才努力扬起笑容，转头继续宴请宾客。席间，我举杯郑重地对在场宾客道：“诸位亲眼见证，朱氏忤逆长辈，不孝失德，辱我公主府颜面。今日起，本宫不认此女，她与公主府一刀两断。他日她若作恶，本宫绝不姑息，不念旧情。”我说的斩钉截铁，我也很久没用本宫来称呼自己了。皇兄夺嫡成功后，开始了怀柔政策，我也压住了自己的所有脾气，温柔和煦，哪怕被人挑衅，都一笑了之。京中人人称赞我菩萨心肠。现在皇兄登基7载，皇位无人可以撼动，我这个长公主也该享受一下自己打下的江山了。我看这下面众人面露迟疑，也想到了他们可能会不信，于是又补充了一句：“等明日我就进宫，将断绝母女关系之事禀告陛下。”听闻我要把此事传进宫里，没人再怀疑我的决心。片刻后，世家大族已经得知了我弃女的消息。当天晚膳时，我的驸马就风尘仆仆赶了回来，他依旧玉树临风。我吃着乳母柳氏部的菜，就听到朱远州含着一丝不耐的声音响起：“沈双帝，你究竟发什么疯？那是你的女儿，你的亲女儿啊！你就当着众人的面给她难堪，你让她以后如何在京城里立足？一些钱财和无关紧要的东西罢了，你就是顺了她的心意又如何？你7年都不曾好好关心过她，如今还不想她好。”朱远州只是魏国公府一个身份低微的庶子，在嫡母的搓磨下长大，他用尽了浑身解数讨我欢心，最终才得了我的亲眼。我点头愿意接受他那日，他虔诚的匍匐在我面前，发誓此生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岁月终究是没有偏袒我啊！口干舌燥的朱远州没有得到我任何回应，这时他才觉得有些不对。你掌嘴！我的话音刚落，柳氏就放下了捧着的汤碗，在朱远州还愣神之际，啪啪2巴掌扇了过去。朱远州的脸瞬间红了起来，他震惊的张大了嘴巴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在我多年的宠爱下，我看他早就忘了，没有我，他什么也不是。本来因为驸马身份卑微，女儿是要随皇姓，名唤沈云，是他半夜流着泪说到魏国公因此而轻视他，连宗族血脉都留不下，希望女儿可以姓朱。我心疼他照顾女儿，独守公主府，提心吊胆，还要替我遭受不少非议，所以我对他总是温言细语，同意了女儿改姓，力求做一个好妻子。别说让人动手打他，就是他伤了点皮毛，我都要心疼很久，甚至大动干戈去宫中请来御医。我不是没注意到他越来越敷衍的态度，也不是没有怀疑，他总拿上封为以重任为由，时常夜不归府。只是我念着旧情和曾经那年少时的真心承诺罢了。沈双帝！朱远州不敢置信，双目赤红，猛地攥住我胳膊，力道刺得我生疼。继续掌嘴！2巴掌落下，朱远州终于冷静，松手捂脸。柳氏斥道：“长公主为尊，驸马卑；长公主是君，驸马臣。驸马胆敢直呼长公主名讳，乃是以下犯上，大不敬。”朱远州的瞳孔紧缩了一下，似乎不能接受我对他态度的改变。我何曾和他计较过什么名讳称呼这样的小事？我将广袖撩起，小臂上5个鲜红的指印微微发肿。朱远州只看了一眼，却心虚的别过头。我看他这副死也不愿低头的样子，就知道他在我这里早已忘记了尊卑。真是我惯坏了公子女。我直视朱远州道：“驸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。既然如此，”柳氏又抬起了胳膊，朱远州这才咬了咬牙，缓和自己的语气，低声道：“殿下，是臣莽撞了。”他倒是很久没喊我殿下了，这声殿下格外生硬。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还是有什么人在殿下面前挑拨离间？朱远州边说边看了旁边的柳氏一眼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。我没有错过他眼中的怨毒，冷笑一声：“杏花巷的宅子有些小啊，要不要给你换一个？”
朱远洲的脸色骤变，身子一晃，赶紧用手撑住了桌沿。寿宴结束那刻，暗卫调查来的消息已经呈到了我面前。我和皇兄处于生死一线时，我忠贞的好驸马就已经遇到了他的心上人，一个花楼里的清官，竟能引得当朝驸马流连忘返，甚至还在杏花巷子购置了房产，将人赎出，养作外子多年。一次意外被朱浅云发现了，可朱浅云没有责怪自己的父亲，反而帮着他隐瞒我。在朱远洲的谆谆教诲下，朱浅云认为我哪怕权势滔天，却不善解人意，是个只会压迫他们妇女的丑恶统治者，不配为妻为母。朱远洲的样子像是要吃人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，沈双帝？我警告你，你若敢碰瑶儿一下，我与你不死不休！17年情分荡然无存，他找有时突来，旋即被暗卫制住。我抽出一把匕首，刀锋寒气凛凛。朱远洲瞬间气焰全消。我是朝之重臣，你就算贵为公主，也不能滥用私刑。我要去启奏陛下。重臣不过是皇兄看我情面，赏得虚职罢了，捧得太高，连自己是谁都忘了。我心中生疑，他能忍嫡母多年，怎会轻易与我撕破脸？多年尔虞我诈，警觉顿生。我按捺不动，故作悲伤。你我夫妻多年，我并非不念旧情，但我贵为长公主，驸马只能有我一人。那女子，我会派人打发。翰林院，你不必再去了。沈双帝，你便是陛下亲妹，也休想逼我罢官。你当我没有靠山？时至今日，我早已不必仰仗你半分。我就会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沉默了片刻，皇兄又不是傻了，怎么可能让朱远洲万人之上？不过朱远洲的话却让我意识到，有些事不是空穴来风，我需要去证实一下朱远洲是攀上了什么人。第二日，我就进宫去见了皇兄，2月未见，他依旧和从前一样待我，并未有任何不同。行过礼后，我旁敲侧击道：“看皇兄气色极好，不知可是有什么喜事？”皇兄哈哈大笑，正欲解释，就听得一声娇俏声传来：“灵儿参见陛下。”陛下万福金安。来人我从未见过。皇兄将人扶起，命你在寝殿静养，怎还出来受风？天寒意凉，当心身子。所需之物尽可告知皇后，朕已交代，一切以你为先。皇兄语气太过温柔，让我对子女愈发重视。他说完转身为我引荐。这是灵嫔，原是皇后宫里的人。3个月前朕喝醉了酒，如今已有了身孕。皇兄兴奋地看了我一眼。对了，他原以为自己孤苦无依，锦衣卫查他家事，竟然查出来她是魏国公流落在外的女儿，与你的驸马乃是兄妹。你说巧不巧？我的脑海顿时嗡拧，也终于明白朱远洲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了。皇兄子嗣不封，除了贵妃膝下的一位皇子外，也只剩下2位公主。皇后张氏虽与皇兄伉俪多年，可到底没能怀上一儿半女。再看眼前正与我攀亲的灵嫔，这分明冲我而来。灵嫔腹中孩儿，纵使非皇子，平安降生便可立足后宫。有他日日枕边进言，与我威胁极大。原来他就是朱远洲的救命稻草。我含笑褪下玉镯，戴在灵嫔手上。真是恭喜皇兄了。等小侄子出生，我一定再备一份大礼。果然是魏国公府血脉。灵嫔与兄长朱远洲如出一辙，稍得高位便尽显傲慢贪婪。我那镯子水头平平，尚不及皇后赏给宫女的物件，他难掩撇嘴的嫌弃，全被皇兄看在眼里，当即沉了脸。我心中冷笑，果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这只镯子是我和皇兄已逝的母妃唯一留下的东西，如今我毫不犹豫摘了下来，显示了我对灵嫔的重视。而灵嫔的反应却让皇兄失望至极。灵嫔完全没有注意到皇兄已经不高兴了，她矫揉造作地抚摸着丝毫没有显怀的肚子，扬着下巴对我说道：“人人都说陛下宠长公主，公主府金玉满堂，怎的这般小气，只给个破镯子？今天见关星断言臣妾怀的是男胎，日后贵不可言。长公主总得再表示表示。”我在皇兄开口之前，赶紧问道：“那以灵嫔之见，送什么才好呢？”见我上钩，灵嫔笑弯了眼睛，答道：“听说长公主手握2万精兵，我儿日后必开疆拓域，不如就把这2万精兵当出生礼，送与我儿如何？”竟然是看上了我手中的精兵。当年皇兄能够登基，那2万精兵功不可没，现在一直留在我手中，不但是我的底牌，也是皇兄对我最大的信任。我看向皇兄，心里猜测灵嫔胆敢如此直白，会不会是皇兄授意的？如果真是被皇兄忌惮了，那我就该重新思索一下退路。够了！将灵嫔带到皇后宫里，让皇后好生管教。皇兄暴怒，在场的所有人全部跪下请罪。灵嫔颤颤巍巍，不知所措，哭着被2个宫女夹走了。她临走都没有想明白自己究竟说错了什么，可我丝毫没敢大意，立刻跪在皇兄脚下，诚惶诚2万精兵放在臣妹手里确实不妥，还请皇兄将他们收回吧。
朕绝无此意。灵嫔定然是受到时人挑拨，为兄会彻查此事，给皇妹一个交代。我并没有因为皇兄的话感到畅快几分，相反，他将灵嫔的胆大妄为归结成了旁人教唆，我的眼泪刷刷落了下来，顺势扑进了皇兄怀中。阿兄，你把人拿走吧，如今我也没心思去管其他。您可知云儿她竟然为了个男子不要我这个母亲了。这也罢了，驸马竟还饲养外室。皇兄，我们九死一生之际，他却与旁人耳鬓厮染。我为您身先士卒之时，他们竟待月西厢。出于对我的愧疚，皇兄最终不但没有收回我手里的兵权，还赏赐了我不少藩邦进贡的珍宝。这点翠团扇皇后惦念许久，如今却落在了我手里。可我全无喜色。朱远州饲养外室，皇兄竟无半分申斥。魏国公若凭此子做大，我必受其压制。灵嫔腹中孩儿绝不能留。刚走到公主府门口，就听见朱浅云叫骂的声音。是谁不让我在铺子里赊账？我要告诉母亲，把你们全部贩卖掉！是不是你也老贫婆？别以为你奶过我母亲就以为自己了不起。如果您不是长公主的女儿，见到我都要跪下尊称我一声柳上仪。贱婢，真是好大的脸！等我见到母亲，定让她治你个以下犯上。母亲，朱浅云想扑进我怀里，却被侍卫拦下。母亲，快让他们走开！我要进府，要吃东西，要回我蚕丝被里睡觉。您不知道王家住处多简陋，3间小屋竟几10几口人。虽说让我独住一间，隔壁呼噜吵得我整夜没合眼。他似想起什么可怖之事，身子一颤，撸起袖子，露出臂上一片红疙瘩给我看。屋里竟还有老鼠，那么大一只，到处乱窜。我住了1天而已，就过敏了。你快让人去宫里请御医来啊！他把委屈一股脑说完，却没等来我的安慰，眼中划过了一丝不悦，但他忍住了冲动，软下语气求我。母亲，女儿知道错了，我也没想到王家竟然那么艰苦，以后我不再和他联系了。母亲就原谅我这一回，让我进去吧。我没有回答他，视线落在了不远处墙边露出的一片衣角上。朱浅云并不知道，他从离开公主府那刻，就有暗卫一直跟着他。他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包括他和王坚密谋要进入公主府，给公主府的水井里下药的事情。以前我只是觉得朱浅云有些蠢，如今倒是小看了他的狠毒。我让人把他控制住，在他的荷包里搜出了一包药粉，又命人将躲在墙后的王坚抓了过来。朱浅云见事情败露，眼神变回了我熟悉的愤怒和仇视。他看着锦衣华服、珠光宝气的我，凶狠的咆哮：公主府也有我父亲一半，当初要不是他守着，早就被人烧了。你只会带兵打仗，连相夫教子都做不到。若不是长公主身份，谁瞧得起你？父亲呢？我要见父亲，他不会让我在外面受苦受罪。朱远州早躲外室难了，他教女儿诸多歪理，岂容他2日再清算。朱氏女品行不端，妄想谋害长公主，与其同谋，谤责20。遵命。我的女儿一边仗着长公主女儿的身份得意，一边瞧不上我只会带兵，我就用我的法子管教她。朱浅云还没反应过来，木凳已经搬来，他和王坚被按在凳上，头一棍落下，2人自知我不是说笑，我没下死手，留了最后一点母女情分。他从咒骂到哀嚎，最后哭得满脸是泪，连连求饶。20仗过后，我命人把烂泥似的2人送回了王家。2天后，我再次进了宫，在门口我用浆水浸湿的帕子狠狠擦了他眼睛。皇兄见到泪流满面的我时，吓了一跳。我将朱浅云想要回公主府下毒，驸马要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野心，一五一十说给了皇兄听。皇兄的眼底满是深沉。昭华想如何？驸马终是灵嫔兄长，浅云失言乃无心。他虽行事欠妥，却未害人，下毒恐是误会，终究是你女儿。皇兄相当看重这孩子，但箭在弦上，我也不会臣妹要休夫，要与朱浅云断绝母女之情，和魏国公府再无瓜葛。我的话音刚落，皇兄拍案而起：莫要胡闹！你都如此年岁，怎么突然不懂事起来？景儿聪慧不足，灵妃若是诞下皇子，朕会亲自教导她。她需要一个强硬的后盾，光魏国公府可不够。沈景是皇兄的长子，却并不得皇兄喜爱，没有立为太子。皇兄看向我，意思再明显不过，他竟然想要我给灵嫔的儿子铺路。我站了起来，与皇兄对视，扯开自己的衣襟，露出一道暗红色旧伤。我曾经护驾有功，陛下答应过我，许我一诺。今日，请陛下下旨，长公主休夫。我们2人正在争执期间，有太监慌张禀告：陛下，不好了，灵嫔娘娘见红了。灵嫔是因为吃多了蟹子，
才导致了流产。皇兄命人将后宫翻了遍，得到的也是这个结果。林嫔想把矛头引向我，她掏出了我送的镯子，举着给皇兄看。肯定是这镯子的问题，我戴上之后就腹痛难忍。林嫔不认得那镯子，皇兄却认得。住手！他还没来得及阻止林嫔就狠狠将镯子摔在了地上，准备来个死无对证。看着碎成了渣的镯子，皇兄的眼眶红了。这是我母妃生前唯一留下的遗物，皇妹将此物给了你，足见珍重。可你却诬陷她，还将镯子……没了孩子的林嫔被贬去了冷宫，被拖下去时，她大声辩驳：“一只镯子而已，陛下，一只镯子哪有臣妾重要啊！”他说的没错，一只镯子而已。皇兄记着的是母妃为他跪求良药冻伤身体，倾尽微薄赏赐托人为他举荐恩师。可我只记得当年我落入寒河，母妃构陷旁人，只为替皇妃扫清者。谋害公主！我冷漠地看着那只碎裂的镯子，如同当年母妃看我的眼神一样。皇兄在气头上，会因为没了孩子又侮辱母妃，将林嫔打入冷宫，并不出人意料。但是不能保证哪天林嫔又会被放出来。我给身后的乳母柳氏使了个眼色，她立刻心领神会，在殿内隐去身形。有我在，林嫔这辈子都不会踏出冷宫了。我专门为皇兄找的异域狐姬已经在外门候着了，只等我的吩咐。我为皇兄准备了好几个美人，只等时机成熟，代替我的眼睛陪伴在他。我3日后才出宫，出宫那天带着修夫的圣旨。出宫前，我转去了青天剑，监正弯着腰亲自迎接我。我笑着问他：“可怜本宫年纪一把，如今又孤家寡人。”监正的身子都僵住了，片刻后咬着牙回道：“殿下身子康健，福寿绵长。臣昨日夜观天象，算得您多子多福，这是上天预示，您安心便是。”我笑着去了杏花巷，当着那外室的面，将休书丢在了朱远州脸上，顺便踩着他的脑袋，让他接旨。现在你可以光明正大去寻你的新监人了。你那外室以后生的孩子，也不必无名无嗣，遭人嘲笑。你怎么反而不高兴？他被我扒光了，丢出巷子让人围观时，还在叫嚣：“沈双帝，你不要得意！等灵妃娘娘生下龙子，我再来找你算账。到时候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你！”哎呦！我嗤笑了一声，同为夫妻这么多年，我的驸马怎么还不了解我的做事风格？斩草除根，不留后患。我修夫的事情传遍了整个上京，是半个月后的事情。公主府没有受到丝毫影响，宾客依旧络绎不绝。也有人不信我能如此狠心，他们都在观望，打赌我何时将朱浅云接回，何时愿意原谅朱远州。一晃个把月，我的态度丝毫没有动摇，反而是朱远州父女俩的消息我听到了不少。朱远州当日搬回魏国公府，顺带接走了他的外室瑶儿。魏国公不知我已休弃他，朱远州也不知灵嫔世子被贬冷宫，国公只当我是因怀孕的外室与朱远州争执。上朝前夕还细心叮嘱了朱远州，别和长公主置气，咱们国公府还要仰仗长公主呢。都是女人，你跟以前那样说2句好话，她保准立刻同意你纳妾。可朱远州没有当回事，待魏国公走后，还指使自己的嫡母给他的外室更衣布菜。魏国公夫人看在长公主的份上，忍下屈辱，咬着牙看庶子眼色。而朱远州继续做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美梦，扒拉着手指头算日子。他想等着灵嫔的孩子降世，打我公主府的脸。朱远州许诺他的外室，你再忍一忍，等我被封国舅爷，立刻给你正妻名分。我让人8抬大轿迎你进门，咱们这胎最好生个女儿，将来跟灵嫔的小皇子亲上加亲，做未来的皇后，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。朱远州的好日子还没有等来，就等来了暴怒的魏国公。他一回府便直奔朱远州院中，抬手狠狠扇了他一巴掌。朱远州本笑意起身，正要打听灵嫔近况，骤然被打得愣在原地。逆子！长公主修复这么大的事你也敢瞒我？驸马之位没了，翰林院学士也丢了，我打死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这是什么大事吗？不做驸马又能如何？等以后灵妃生下小皇子，我就是国舅爷，说不定还是未来的国丈。魏国公双眼一黑，险些栽倒。哪有什么国舅爷了？哪有什么国丈？什么意思？灵嫔落了胎。朱远州想起我先前所言，怒火攻心，拽着魏国公就要入宫面圣，却被国公一把甩开。沈双帝，肯定是沈双帝那个，一定是他下的手，是他害了灵嫔娘娘。走，咱们去告御状。
魏国公一把甩开了朱远洲的手。陛下亲自督查，还用了重刑，没有查出与长公主有任何关系。你还想去告什么？甚至凌嫔在后宫意外暴毙，死因不详。暴毙！一朝梦碎，朱远洲瘫软在地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朱浅云那边也不好过，他起初住进王家，王家上下跟过年一样开心，自家儿子得到了长公主女儿的青睐，这可是祖坟冒青烟的天大喜事。哪怕我对外宣称不要这个女儿了，哪怕我把朱浅云打了一顿，他们也不相信，毕竟我真的只有这么一个孩子。朱浅云身上没钱，又吃不惯粗茶淡饭，更是因为挨了打，趴在床上整日落泪。王坚只好带伤爬起来，宰掉了家里唯一下蛋的老母鸡。心疼的王母直跺脚，可朱浅云喝了一口母鸡汤，就把碗丢在地上发脾气。这么难喝的东西，怎么能入口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王坚兄长家的几个孩子咬着手指，盯着洒了一地的汤汁流口水，看得王家人心碎，对朱浅云的态度也不满起来。为了能让朱浅云尽快好起来，王坚借遍了街坊四邻，他甚至把王母的棺材本都要了过来，好吃好喝供着朱浅云。没几日，王坚就吃不消了，可朱浅云却闹得更厉害，不是因为屋子有老鼠，就是因为床板个腰，要不就是饭菜不合胃口。我以前在公主府可没受过这种苦，为了你，我屈尊降贵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王坚只好一边咬着牙坚持，一边安抚王家的其他人。总算熬到了朱浅云能下床，王坚就开始卖力表演，明里暗里怂恿朱浅云回公主府跟我要银子。朱浅云哪里愿意跟我低头，执意不肯。他们爆发了第一次争吵，王坚失手打了朱浅云一巴掌。朱浅云捂着脸，愣愣地看着王坚，错愕又委屈。王坚倒是很快反应过来，跪着保住朱浅云的双腿，嚎啕大哭。我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才劝你向长公主道歉。你是千金之躯，不该如此蹉跎。若是长公主能原谅你，让你不再受苦，就算长公主让我去死，我也心甘情愿啊。没关系，就算没有长公主，我一样能过得很好。你等着，我闺中密友很多，从前他们也受过我不少恩惠，我去问他们要一些银子，足够咱们衣食无忧。朱浅云想得太简单，被手帕交去之门外时愣了神，开着门怒骂道：小蹄子，当初我送了你2副红宝坚头面，你说这辈子是我最好的姐妹，如今我落难了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你是哪里跑来的冒牌货？他又接连找了几位昔日姐妹，全被拒之门外。日暮时分，他只得空手返回王家。王家人一改往日奉承，对他冷嘲热讽，推搡辱骂。王坚只冷眼旁观，并未阻拦。直到此刻，朱浅云才幡然醒悟，自己错得彻底。朱浅云和朱远洲一起来到公主府时，我一点都没感到意外。我坐在主位上，看着满脸谄媚的朱远洲和一脸菜色的朱浅云，心里没有半点涟漪。朱浅云到底年轻，凄凄哀哀半天，说不出一句话。倒是朱远洲跪下来，额头触地，真诚地向我认错。殿下，我被朱由蒙了心，您看在我们夫妻一场，相伴17载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回吧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当年那么艰辛，我们都走过来了。您不能因为我一时走错了路，就不要我了。朱浅云回过神，连忙跪下。母亲，都是女儿的错，是女儿识人不清，错把榆木当珍珠，驳了母亲的好意，伤了母亲的心。女儿从今后一定痛改前非，事事以母亲为先。他瞥了眼我头上的嵌宝不摇，咬了咬唇。我是您唯一的孩子，您不能不管我。我笑着抚上小腹，腹中小生命正悄然生长。唯一的孩子，不，马上就不是了。父女二人全都惊骇地盯着我的肚子。怎么可能？你哪来的孩子？你和谁的孩子？朱远洲眼底涨出了血丝，隔着侍卫朝我张牙舞爪。你竟敢背叛我！沈双帝，你敢和奸夫有染！你赶紧把孩子打掉，让我回公主府！他的话骂得很难听，我的耳朵被人轻轻堵上。一个年轻儒雅、双目含情的男子站在了我身后，他的声音温柔缱绻。殿下，我要捂了耳朵。如此优秀的男子，瞬间衬得朱远洲年老色衰。这是我孩子的父亲楚策，当今太傅的小儿子。等孩子生下来，我就会去宫里请旨，给我们赐婚。他不是奸夫，他是我昭华长公主的驸马。把朱远洲父女赶出公主府后，我命人盯着他们。朱远洲回了魏国公府，一回去就被魏国公喊去了书房。他们聊了1个多时辰，出来时魏国公黑着脸走在前面，而朱远洲的脸上明显又多了2个巴掌印，他嘴里愤愤不平。哪怕她是长公主，她也是女子，我还没死呢，她就想要另嫁，我不允许，绝不允许！你最好能让长公主回心转意，如若不能，你便滚出魏国公府，从此我也没有你这个儿子。
父亲放心，我一定能让他回心转意，我一定会重新回公主府。朱远州答应得很快，并且保证一定会重新回到公主府。我正猜测他想用什么方法打动我时，他竟然出乎意料，跑去找了王坚。柳氏看着暗卫递来的消息，咬牙切齿。朱远州唆使王坚让云锦儿怀上孩子，再把事情闹大，逼您认回云锦儿，不然就让云锦儿做妾。长公主的亲生女儿做妾，他们真敢想啊！朱远州这个会混蛋，他可是云锦儿的亲生父亲。朱浅云得到消息的时候，正在给王坚的小侄子喂饭，几岁的孩子吃的到处都是。朱浅云仅剩的华服早就被王坚拿去当了银子，如今他穿着宽大的粗布麻衣，头发凌乱，脸上身上也全是翻汤疙瘩。他怀里的孩子还不停扭动着肩膀，冲他龇牙：“你吃了我的鸡，我要吃鸡肉，你还给我！”朱浅云将碗和孩子一起丢在了地上，碗碎了，孩子哇哇大哭。王母听见动静，跑出来就给了朱浅云一巴掌。朱浅云愤怒的还手，可他不是王母的对手。你们等着，等我回了公主府，你们都得死！没人要的贱蹄子，想着回公主府呢？我们可都听说了，长公主她有身孕了，你本就是个赔钱货，还妄想做大小姐呢！我的儿子摆满月酒那日，已经成为我驸马的储策，小心翼翼地护在我身边。宾客云集之际，朱远州拉着朱浅云闯进公主府，他挺着6个多月的大肚子，当众嚎哭。聘为妻，奔为妾，如今我无名无分跟了王坚，又有了孩子。王家说，你要不认回我，就让我给他做妾。你不能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为妾吧？殿下，您就是不愿意原谅我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云儿这般可怜。你瞧她的样子也知道，王家对她不好。你一个做母亲的，怎么能如此狠心？长公主，血缘是无法割舍的，她都认错了，何不给她一次机会？阿弥陀佛，瞧这孩子多可怜啊，这一身的伤，快快接回来吧。公主府也不差那一口饭，何况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您的外孙，不是吗？我咧开嘴笑了。作为朱远州的女儿，他们的血脉真是恶心的如出一辙，又蠢又坏。你作为他的亲生父亲，见他被搓磨都不管不顾，又怎么好意思责怪我？我又转头对上那些为朱浅云说话的夫人们，谁看他可怜，便带他回去吧。本宫可没有那么心善，一个不随皇家姓氏的女儿，不要也罢。见我发火了，再也没人敢出声。我发了狠，让人打断了朱远州一条腿，又掌嘴朱浅云20巴掌，才命人将他们丢了出去。朱浅云趴在地上痛哭流涕。母亲，这都是父亲他们逼我的，女儿知道错了，您不要赶走我。太晚了，朱浅云，有10000次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你都不珍惜。你凭什么还要生孩子？我不会允许你生下孩子的。你别想把公主府交给别人，都是我的，全都是我的。谁敢接济他们，就是我公主府的敌人。我与这父女2人不共戴天。老爷说了，从今往后您就和国公府没干系了。尔等低贱下人，也敢让我堂堂国公夫人更衣布菜，这是你的报应。朱远州浑浑噩噩，最后被一辆马车撞飞了出去，闭眼前嘴里还念叨着：“我才是昭华长公主的驸马，你们都是骗子。”至于王坚一家，遭了我的厌恶，被人明里暗里针对，只能举家迁出了上京。朱浅云并不想走，但他被王家捆了个结实，塞上了驴车。彼时我正抱着软软的儿子，教他说话。我的驸马坐在一旁，轻轻为我抚琴，一片岁月静好。